屏幕前的观众老们，你们好啊！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啊，我虽然啥子类型的游戏都玩，但你要问我玩的最久也是最拿手的游戏类型是什么呢？那还得是魔灵 like 类的游戏。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所谓魔灵 like 说白了就是速度属性来决定先后出手顺序的回合制，加上各属性养成方面随机加点的游戏类的统称。既然叫做魔灵 like， 那么魔灵召唤就是这类游戏的鼻祖，而后起之秀的典型有阴阳师、第七史诗、众神派对等等等等。同时不仅仅是这些回合制游戏，魔灵模式也对后续的一些非回合制游戏产生了影响，比方说原神里的圣遗物之类的。那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无非就是我个人对魔灵 like 回合制类游戏的喜爱。基本上市面上有优质的魔灵 like 类游戏，我都会去玩上一玩。而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这一款个人认为做得非常不错的次时代魔灵 like 一色。为什么我会给一色这一款游戏这么高的评价呢？一般来说，毕竟只是回合制而非即时战斗类的游戏嘛，所以大部分回合制游戏厂商会在战斗的时候把角色给 Q 版化，或者直接立绘化来节省制作成本。而在这一点上，我要夸一嘴阴阳师，因为阴阳师是市面上少数的即使是回合制游戏也没有在实战场面上偷懒，在实战的时候直接把式神的建模和技能特效都做得非常不错的一个游戏。可以说在美术方面，阴阳师是做得非常优秀的魔灵 like 类典型了。而说回本期给大家介绍的一色，同样作为魔灵 like 类游戏，在战斗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刚入坑一色，我对它的最初印象就是身为一款回合制游戏，它能把战斗画面做得如此丝滑加美观，有张力。每个技能都配备了不同的运镜方式，不仅如此，还特地优化了大招动画的篇幅，不会过分的拖沓。甚至是入战的 UI 画面起码就有3种，对于我来说战斗的体验非常不错。而在剧情推进方面，采用的是箱庭世界加大量中插的动画，给我的沉浸式代入感也是很强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问了，那再好看的画面也是会看腻的，那么它有没有大招动画跳过功能呢？虽然没有跳过功能啊，但是却有比跳过更实用的后台挂机功能。你可以选择连续战斗5次，然后切到外面做其他想做的事，一色会给你自动挂机战斗，然后点回去领奖励就可以了，帮助你保肝护肝。总之，在这样的沉浸感和美术的加持下，这一款一色给我第一印象分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如果只是一款只有美术玩法却不咋地的游戏的话，我也不会极力推荐。所以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玩法，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说它是一款纯正的魔灵 like 游戏了。我先拿大家听得懂的话给大家概括一下角色的养成界面的这些东西分别是什么啊？详情指的就是角色的基础属性，大家很熟悉的攻击、防御、生命、双爆、效果命中抵抗、速度等等都在这个界面得到了展示。元气说白了就是御魂或者说圣遗物。不过一色的元气对比其他游戏有2个最大的区别。一，在套装选择方面，一色可选择的是3+3或者2+2+2的模式，和其他游戏普遍的4+2呢不太一样，并且和其他游戏的2阶段套装效果比起来呢，一色的元气是存在3阶段套装效果的。第二点，一色去除了速度主属性，速度只靠小词条来堆，这样的话玩家就会有一个主属性位置空余出来，所以在一色里你可以做到暴击和暴伤属性一起带，或者命中和抵抗属性一起带。总而言之，这2种配装模式都是降低屏幕前玩家的词条压力，让平民玩家打得更爽快一点。接下来这个潜能包含2个，第一个是技能等级的升级，第二个是类似于命之座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类似于命之座的东西呢，它有2种获取方式。
第一就是传统的靠抽取重复角色来提升，而另一种是我们后续可以在游戏游玩过程中获得，相当于有点像阴阳师里的黑蛋啊，只不过土豪玩家的命座会更快的满，而平民玩家呢会稍微慢一点，并且商店也会时不时的上架一些角色的命座，方便大家购买。而且根据我的观察，这一个类命座的东西，它只会提升角色的输出能力，最关键的决定角色先后顺序的速度是不会放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这样的话，缩小了平民和特劳之间的差距，我个人是能接受的，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最后最关键的机制来了，智鞘。这个智鞘是以前的魔灵 like 类游戏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也是这一款游戏练度来源的重点。不同的智鞘能带来各种非常逆天的收益，成为你绝境翻盘的关键。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几款强力的智鞘。第一个就是这个万魔法典，可以直接重置角色的技能冷却时间，也就是让一个角色连续释放2次技能。搭配拉条角色，能让非常多的输出角色打出2轮瞬时爆发伤害，很英霸。第二个是这个黄昏骑士，用来收割人头的智鞘，可以让敌方的残血直接变成大脆皮，方便我方直接拿下。可以类比为阴阳师里的星眼或者 SP 三尾狐的结合体啊。当然，个人毕竟是刚开始玩这一个游戏啊，所以我还没有刷出 SSR 级的智鞘。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角色用的智鞘的各种效果。多勒斯我这边用的是一个奶妈智鞘，本体行动后治疗友方血量最低的1格者。阿岭和莉莉丝我用的都是军情悉处这一个智鞘，本体行动前可以选择生命值比例最低的敌人造成1次伤害，并使其接下来受到的第1次伤害提高。破势嘛，也是很好用的。链这边用的智鞘是一个追击型智鞘风滚草，而除了这些特殊效果以外，智鞘提供的各种属性矩阵也可以全方位的强化角色。这里说的矩阵其实就是套装效果，智鞘是可以跟前面说的元气共同触发矩阵的，哪怕后面刷出了更满意的智鞘，已经养好的也不会浪费，可以直接继承之前的养成技能。而最关键的是，明明可以成为最大氪金点的智鞘，官方却给它设置成为了免费获得，只需要通过体力刷就可以获得你心目中最完美的智鞘，这一点属实很良心。目前游戏除了传统的 PVE 副本以外，还开放了竞技场，可以在竞技之域里和其他玩家进行 PVP 的对战。后面还有2个暂时未开放的世界竞技场和无畏竞技场，能看出一色后面的发展路线是更偏向 PVP 玩法的。来给大家打一场实战看一看吧。我的队伍我给阿岭配了1速，为什么呢？因为阿岭的3技能可以让敌方的攻击和防御同时下降，并且有概率附加眩晕效果。也就是如果我们用了阿岭，就可以开局给对面上一个 debuff 拐，这样就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的莉莉丝3技能使用了之后，造成伤害的同时是会立刻获得一个额外行动回合的。我们来试一试啊，使用3技能 ，OK， 造成伤害的时候，智鞘行动。智鞘行动追加一下，然后我们立刻获得一个回合。然后对面有一个敌人已经残血了，我们先把这个残血的给带走。好的。然后我们的练3技能它是有一个推条效果的，我们把对面行动条给推下去，造成一个群体伤害。好，直接带走一个啊，基本上已经决定胜局了。奶妈的话，我们就随便行动一下吧。哎呦，奶妈还拿了一个人头啊 ！OK， 练刚刚推条推下去，对面的行动条还没上来呢。让对面行动一下吧，免得说我欺负他。好的，但是有效果吗？啊，一点都不疼啊。
阿领的2技能是给全队加盾啊，我这边稳一下，哎，在全队加一个盾吧。不过呢，我现在全队就进入一个冷却回合了。这时候如果有万魔法典的话，我能无视这个冷却回合，直接再使用技能。这就是一色这个游戏的一个 PVP 了。看完了实战，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款游戏还不错呢？但如果只是美术好加玩法好，还不足以成为我心目中的次时代魔灵 like。接下来我来带大家看一看游戏的整体福利。这一款游戏第一抽就会送你一个 SSR， 并且强度还不低，推条输出样样精通。签到祭天又可以获得一个强力的 SSR， 并且每天都能获得抽卡资源。在游玩的途中也可以获得抽卡资源，甚至刷副本的途中也能刷出单抽券，所以在福利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总结下来，异色现在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画面非常不错，实战玩法可玩性也非常强，福利也非常不错的一个游戏。作为一个魔灵 like 爱好者，个人是一定会入坑这一款游戏的。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和我一样心动的呢？当然，视频里展示的游戏质量肯定不是它最终的质量，因为目前这一款游戏也在2测过程当中。对魔灵 like 类感兴趣的玩家一定不容错过。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展示到这儿，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